我叫19，是个算命的，拥有能看到旁人过去和未来的能力。一觉醒来后呢，竟发现自己重生在一名痴傻女子的身体里。3年前你家道中落，父母早逝，念在你自幼痴傻，沈家好心收留了你，却不择手段爬上我的床，逼我与你成了亲。婚后却依旧不知悔改，故意将阿楚从高处推下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种行为是杀人？这般恶毒，沈家容不得你。从今日起，你我和离，念在你我2家幼时的交情，我在你老家替你置办了田宅，从此你我再无瓜葛。不是，你谁啊你？宋可惜，不要以为你装傻充愣，这婚就不用离了。怎么样，被心爱之人背叛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沈君山，这是你欠我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我们的景儿，其实是我和别人的孩子。哎呦，好惨一男的，抛弃单纯善良的原配，娶个小三儿进门，被人家当了备胎，还给戴了绿帽，自己被利用不说，还连累一家人惨死，这是什么天选糊涂胆儿？你说什么？我家好心收留你，你却背着陆姐姐抢走大哥，竟还恶毒到想害死陆姐姐。大哥别跟他废话，照我看，直接休了，然后送官治罪。哎呀，好惨一女的，非要嫁给渣男，最后被渣男一家吃的骨头都不剩，逼得跳湖自尽。你敢咒我？我？刚刚那个声音说的人是田儿，可是他刚刚的确从未开口说话呀，难道……你这女人果然恶毒，看我今日不把你送到官府去，打个81大板，我就不叫沈田儿。我看谁敢！放手！娘！长嫂如母，以下犯上，你是要为父请家规吗？儿媳妇别怕，你只管将事实真相说出来，我和你爹自然会为你做主。安然在云层上，点亮固执的血。哎呦喂，好惨一家子！这夫妇俩平日里行善积德，爱民如子，本是有福之人，奈何被这一双儿女连累，一个含冤而死，一个气绝而亡。怎么了？伯母莫要怪表嫂，是主主不小心自己从楼梯上摔下来的。表哥，此事就算了吧。表嫂，原来是想推人家下楼，却把自己给摔了。哼，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哦，在人家吃十里香那种药，反倒让人家成了好事，一番谋划为旁人做了嫁衣，难怪他这么恨宋云熙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难道那晚在点心里下药的人不是他？楚楚，伯父问你，真的是希儿推的你？伯父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楚楚自己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就为了陷害表嫂吗？不可能，楚楚姐才不是那种心思恶毒的人，一定是你不知道从哪里学了什么妖术，想污蔑楚楚姐。你倒每次都是第一个冲出来维护她，却不知道她早就恨死了你这金尊玉贵的出身，不然怎么会在全家人都反对你嫁给那穷书生时，只有他鼓励你追求真爱，被那穷书生拉下泥潭，过得越惨他才越快活。田儿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他们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都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？难道是这傻子无意间透露了什么？表嫂，以前都是主主不对，表嫂以后就当阿楚师傅上的丫鬟婢子，只要表嫂不和表哥置气，主主做什么都可以呀。你开心就好。拜托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搞清楚我怎么会在这里。哎呀，愣着做什么呀？还不赶紧追！苏黎世，儿媳妇说的那些，不会是真的吧？想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派人去查便是。他说的都是些未来之事，如何查证？
可若他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们一家岂不是死的死，死的死，死的死？若他说的是真的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事情发生。那个，可以给杯水吗？哎呦，儿媳妇，你醒了？啊？没听到我儿媳妇要喝水？傻愣着干嘛？还不快给我儿媳妇倒水？没看见儿媳妇虚弱的手都抬不起来了，先扶起来，再亲自喂。愣着干什么？不是口渴吗？张嘴。疼。你在做什么？见鬼了，这是强逼着我留下呀！可问题是，后面这一家子死的死，死的死，难不成要我留下陪他们一起死？那可不成，姑奶奶可还没活够呢。你只管当好你的沈夫人，半年时间，到时候我与你和离书，放你自由。成交。该说不说呀，这前夫哥长得还真不赖，就是眼神不好，白瞎了这身好皮囊了。这什么破衣服，这里3层外3层，还有我这头上是盖了座宝塔呢！哎呦，我也压死我了！还有这鞋，哎呦娘，我就说他还是之前那个傻子吧，连路都走不稳。什么我们全家一个死的比一个惨，我看不过就是疯话罢了。喂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嫌我丢人啦？别废话了，上车。上就上。你什么时候会骑马了？嘿嘿，我没骑过马，但我骑过驴。你不是将军吗？怎么还晕马呀？我哥自己骑马不晕，但是坐人家的马会晕，而且你还骑得七扭八拐的，能不晕吗？那刚刚我们为什么不做这种？你给我选择了吗？那你也没问呀。进去之后别乱说话，心里也什么都不准想。不让说话就算了，心里还不让想。你家扫大街的呀，管得这么宽。黄爷爷年纪大了，经不起刺激。唉，好惨呀，老头，最疼爱的女儿和外孙被自己下旨逼死，自己最后也被儿子逼宫退位，活活饿死在宫里。黄爷爷下旨逼死我和娘亲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父皇下旨逼死我和君山，这怎么可能？放肆！岂敢胡言乱语，出言不逊！果真是个心思恶毒、大逆不道的女人。朕这就下旨替你休了这个毒妇。黄爷爷息怒，此事乃是误会，孙儿私下再和黄爷爷解释。陛下息怒，都是楚楚的错，是我惹表嫂生气，才惹得表嫂冲动之下出言顶撞了陛下。楚楚愿替表嫂受罚。不必替这毒妇遮掩，你与君山青梅竹马，现在看来，你与他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你拿人家当孙媳妇儿，人家却只想当你儿媳妇儿，还要和你儿子联手夺你的皇位呢。你说什么？您是在跟我说话吗？这等无知且歹毒的悍妇，怎配得上我皇家血脉？不悠悠，唉，好惨一大妈。果然。我这大哥面冷心软，什么你这孩子也跟着学了去。依我看，还是楚楚更为合适。你这会儿倒是费劲巴拉的帮她嫁进沈府，却不知道你的心肝宝贝乖儿子，实际上是人家和你丈夫的私生子。你丈夫登上皇位之日，就是人家认回亲儿，牵着小三风风光光登上后位之时。至于你嘛，那当然是因病去世喽。好你个贱人，好大的胆子！自己没本事拿不出君山，竟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！你发什么疯？这什么情况？你还是闭嘴吧。
他娘为了顾宠和是未生子，这九王倒是把他娘这招学了去。哎，这算不算私生子孩子生了私生子？嘿，还挺绕口。你们看我干嘛？你，他说的那些你们都能听见。皇爷爷，他所言皆是未来之事，是真是假尚未可知。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，皇爷爷放心，外孙知道该如何做。表嫂，我知道君山与你合理，你误会我，对我心有怨气，你私下对我就算了。可是这里是皇宫，你怎么能？你这女人平日里欺负楚楚姐就算了，这还没出皇宫，你竟敢这样肆无忌惮！亏刚刚楚楚姐还为你求情。我的大小姐，要是出了皇宫，她还演给谁看呀？让我算算，接下来该演到故意不小心露出自己伤痕累累的手腕，让全皇宫的人都知道我虐待她呗。你手腕怎么了？表嫂，她不是故意的。当然不是故意的，都害人了还怕疼，用水粉假装，动得还怪逼真的。田儿，表哥，你不要怪表嫂，是我笨，又平白无故的住在府上，表嫂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又被他说中了，难道真的楚楚姐故意陷害他？宋灵溪，起床了。宋灵溪，你干嘛？田儿的心上人今日上门提亲。他提亲我去做什么？哦，原来这大傻丫头不顾家人反对要嫁的渣男就长这样啊！都说长嫂如母，儿媳妇，你这个做大嫂的可要好好帮田儿把把关。您就是田儿大嫂，田儿经常提起您。哦，他都怎么跟你说我？田儿说大嫂您孝顺公婆，为人和善开明。他没告诉你我是个傻子吗？这果真是偷奸耍滑、油嘴滑舌之辈，难怪会在高中之后为了扶老情人上位，故意寻来青楼女子用过的手帕，还大傻丫头染上那种病，名声俱毁，百口莫辩，跳湖自尽。蒋公子明知名声对于女子的重要，若真对田儿一心一意，为何又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说什么私定终身，坏了田儿的名声？何况田儿贵为郡主，你次之家境贫寒，她此时嫁过来定是要遭人非议的。我若是你，定是会等到考取了功名，再给她一个风风光光的婚姻。其实终身大事，荣华富贵都远不及表妹的幸福重要。既然表妹与蒋公子两情相悦，姑母何不成全了表妹？两情相悦能当饭吃，还是能当钱花？表嫂这话说的，难不成这天下的女子都应该抛弃爱人，只一心追求荣华富贵？难不成表嫂嫁给表哥也是如此？我怎么嫁进沈家的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表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都别吵了，既是婚姻大事，听田儿的，该听的不该听的你都听到了，如何抉择听你的。表妹，千金易得，真心难求。你之前不是说，只要能和蒋公子在一起，哪怕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也心甘情愿吗？你倒每次都是第一个冲出来维护他，却不知道他早就恨死了你这金尊玉贵的出身，不然怎么会在全家人都反对你嫁给你穷书生时，只有他鼓励你追求真爱？你被那穷书生拉下泥潭，过得越惨，他才越快活。就算我愿意，难道楚楚姐也愿意看着我嫁过去吃苦受罪吗？强大哥，婚约一事，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哥，怎么样？从你们一开始相遇就是他处心积虑的阴谋，而且此人还在花柳巷养了一个外室。好他个蒋浪，竟然把主意打到姑奶奶头上了，还真以为姑奶奶我是吃素的。行了，好在为时未晚，若真的你嫁过去了，可有苦头等着你吃。这事儿还多亏了你大嫂，还不向你大嫂道谢。谢谢啊，大嫂。举手之劳。大傻丫头，你什么你？这大嫂。哼，哎，几日都没有见到楚楚姐了，是不是那日我说话语气太重了，
说不定楚楚姐是真的为我好，只是她也不知道蒋王是那种人。人家这会儿正躺在人家怀里笑得花枝乱颤呢。不知怎的，沈君山越来越不信任我了，就连田儿都……你什么时候才能动手？不要让沈家家破人亡，身败名裂。先稳住他们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起疑。到时候别说沈家，就连整个天下都迟早会是我们的。哇哦，这大冷天的，表妹这是热得慌，瞧这窗户还开着呢。楚楚姐，你竟然真的背叛了我哥，和别的男人。表哥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我是不舒服，才脱了衣服在床上休息，你相信我。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？你要走？对啊，明日就是约定好的时间了，咱俩可是说好的，半年时间一到你就放我走。嫂子，如果你非要走，我能不能跟你啊？沈田儿，反正以后嫂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你最近不是喜欢逛街吗？今日休沐，正好可以陪你。陪我？你干嘛突然对我这么好啊？喂，沈君山，你可别想打我主意啊！说好的，半年时间一到你就放我走。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想着这半年的相处，陪我也算是朋友一场，想买个临别礼物就当一点心意。你若不要，那就算了。正瞅着这会儿身无分文，怕是寸步难行啊。反正这家伙有钱，我可不得多买点金银首饰、古董啥的，到时候反手一卖，嘿嘿，盘缠这不就有了？要，谁说我不要了？哼，鬼主意倒是打得好，就看是谁卖谁了。那走吧。怎么，今日未过，你就还是我沈家的夫人，我沈君山的妻子？这个我喜欢。买。你什么时候有欣赏古画的爱好了？我这不是想以后也学着陶冶情操嘛。当然主要是老板说这画值千金，这哪里是画呀，这分明就是加大加长版的银票嘛。说的有道理，买。大哥，这招真的管用吗？你就带大嫂出去逛个街，送些礼物，就能让大嫂不走了？谁说是送的？那么一大堆东西里，只有那个灯笼是我送他的。那其他的？当然是我店钱他自己买的。大哥，你这招也太毒了吧！你这是夫君翻身变债主啊！唉，我那单纯的嫂子哟，这会儿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你挖的大坑里。不过我说哥啊，你这次也是下了血本了，又是古董字画，又是金佛玉石的，你这是打算让嫂子一辈子都还不清啊？一辈子还不清，倒也不错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明明明天就可以离开沈家重获自由了，可是心里为什么闷闷的？其实那家伙人还挺好的，虽然性子冷了些，话少了些，但这半年对我确实是不错，而且脸也长得好看，身材也好，花钱还大方。今日未过，你就还是我沈家的夫人，我沈君山的妻子。啊！你不会还真想让人家欺君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当然是离开了，不是说好的今日？哼，离开可以。宋灵溪，你在乱想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想人家挽留你？离开可以，但是得先还钱。哦，还钱？还什么钱？这些不是你送我的吗？我只说要送你临别礼物，可没说要送这么多。你手上的灯笼不就是我送你的临别礼物吗？那其他的这些，当然是你借我钱自己买的。别担心，也就1800。1800两，万两，万两，黄金。我还是闭眼吧。算卦，阴阳八卦，10卦9灵，不灵不要钱。嫂子，你这是在……还不是你那个好大哥。嫂子，那要不你给我们一家算算呗？你在干什么？找大嫂算命。可是大嫂这次好像什么都算不出来。
给我也算算。奇怪，这沈家所有人的未来怎么忽然什么都看不到了？算不出就算了，前途未卜，也就意味着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。你要这么想也不是不可以。既然你什么都没算出，那你这钱是不是该退回去？退就退。还有，依照我朝律法，无证者不可经营，所以正式通知你，你的算命摊被查封了。哦，对了，罚款记得及时交，晚了还得加。嫂子，你就别生我哥气了。你停，别给我提他。我就说怎么好心送我临别礼物，分明就是等着坑我。我看到不是，我哥这样做，分明就是舍不得嫂子你呀。你说什么？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大费周章让你欠他？他就是巴不得你欠他一辈子，这样你不就可以一辈子都留在他身边啦？那嫂子你呢？你对我哥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点舍不得？我方楚楚，你竟然还在京城？你还没死，我当然不能走。你不是会算命吗？那你不妨算算，你今天能不能活着从这里出去？哼，给自己算多没意思，不如我给你算算如何？大妹子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阴气缠身，似有血光之灾啊！你找死！方楚楚，你敢动我嫂子一根毫毛试试？哟，你也醒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懒得装了。他宋灵溪可恶，你沈甜儿更是可恨。母亲是公主，父亲是重臣，哥哥是将军，凭什么你生来就高高在上，而我却只能寄人篱下？就连原本属于我的婚事，也被一个傻子占了去。你自幼在沈家长大，沈家对你有养育之恩，甜儿更是将你视作亲姐姐，你为何恩将仇报？你果然来了，沈君山。是啊，我们自幼一起长大，是姑母说等我们长大后就让我们成婚。这么多年，我日日学习琴棋书画，诗词歌赋，不敢有半分懈怠。我吃了那么多苦，只是为了做一个合格的沈家主母。可是你呢？你竟然娶了个傻子！是你们骗我在先，是你们对我不起！九王叔就是你背后那个人吧？你早就知道今夜九王叔会起兵谋反，所以你才敢趁乱劫走他们两人。你怎么知道？忘了告诉你，在我来的路上，九王就已经伏诛，念在你我一同长大的情谊，今日我不杀，但是再有下次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你对我是有情？别废话，他们两个你选一个，没被选的就陪我去死吧。一个是你心爱的女人，一个是你的亲生妹妹。沈君山，无论你选谁，你的下半生一定都不会好过吧？这就是你抛弃我的下场。我数到3，3、2。我选你死。沈君山，你受伤了？我受伤了，你紧张什么？我就是觉得这么好看一张脸，若是留了疤，可惜了。如果夫人喜欢这张脸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让她留疤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你有血光之灾吧。废话少说，要杀便杀。你走吧，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重新开始，好好做人。你不杀我，娘是把你当做亲生女儿一样抚养长大，你若死了，她会难过。果然还是舍不得，也不知道到底是娘舍不得，还是某人舍不得。好大的醋味啊！哎，甜儿，你有没有闻到？干嘛？我房间走水了。哦，又干嘛？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算了一下，逆风刷不到我这里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在你房间借宿一晚。那么多空房间，你干嘛非睡在我这儿？受伤了，走不动。你受伤的好像是脸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沈君山，你有病吧？没事干嘛放火烧自己房间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困了。你干嘛？没什么，就是正式通知你，以后我都在这睡了，你也是。什么？好看吗？好看，生气。一般。一般那还死盯着不放？没顶。想看就光明正大的看，当然，如果你想对我做些别的，你别过来，需要扰乱我道心。道心可又乱。清风雨露一相逢，胜却人间无数。这样的。我最近也去学了算卦，还算出什么？我算出你也喜欢我，我算的可准。你，我还算出某人明明喜欢我，却不敢承认。谁不敢承认了？那你这是承认了？我承认了又如何？既然承认了，那就说明我算得很准。既然算得准，那夫人就结账了。这花糕你亲手做的啊？第一次做，些许不熟练，你先尝尝。第一次做，那还能吃吗？不吃算了。哎，我吃，我当然要吃。七夕这天，人们会在花糕里放一些特别的东西，吃到这个特殊花糕的人，就能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。还挺好吃的。你慢点吃，你吃的时候细嚼慢咽一点。可是我已经吃完了呀。吃完了？那你线下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我肚子疼啊！我现在去请大夫。沈君山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沈君山，这个戒指对你很重要吗？这个戒指是沈家主母代代相传的，之前母亲传给你，我又找你要了回来，现在它真真正正属于你了。还有什么？戒指很重要，但你更重要。嫂子，你帮我算算呗，算算我未来的夫君啥时候出现？是不是文武双全，对我一心一意？还有我，算算我未来的宝贝大孙子，是不是白白胖胖，人中龙凤？爹呢？要算什么？为父想让你算算未来咱们的百姓是否安居乐业，四海升平。父亲不愧是心怀万民的好官。好，那我都试试。3月的杏花落在心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还是什么都算不出来。算不出来就算了，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正说明了命运终究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？对，算不出来就算了，你身体最重要。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，顺其自然就好。